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次由奴隶起义成功建立的国家，你知道世界上第一个自由黑人国家海地是如何建立，又经历过怎样跌宕起伏的历史吗？虽然如今的海地因为经济崩溃、政治动荡等一系列问题被视为了世界上最贫穷和最失败的国家之一，但在2个世纪以前，这个如今脆弱不堪的国家却曾如同一座耀眼的灯塔，在那段充满暴力与掠夺的黑暗时代，向世界展示了被奴役者挣脱枷锁、反抗不公的勇气与力量，书写了人类历史上最为震撼的自由篇章。如同美洲所有的国家都曾是美洲的土著居民及印第安人的家园，作为加勒比海地区第2大岛，海地岛亦是如此。在海地岛沦为西班牙人的殖民地以前，作为美洲原住民之一的阿拉瓦克人泰诺族曾是这片岛屿的主人。他们以地理为界，建立起了5个酋长领地：马里恩、马瓜、马瓜纳、哈拉瓜和伊瓜伊。依靠热带气候的恩泽和自然资源，他们在这里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质朴农耕生活，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文化体系。然而，这维持了上千年的平静生活，却在1492年12月5日被突然打破了。这一天，以哥伦布为首的一行人踏上了海地岛。由于当时的哥伦布是依靠西班牙王室的资助，才得以开启这场承载了西班牙的经济利益、领土拓展等目的的远洋航行。因此，这座被发现的岛屿随后便被哥伦布命名为了伊斯帕尼奥拉，意为西班牙岛。海地岛就这样第一次出现在了有书面记载的历史当中。哥伦布在航海日记中描述，泰诺人对欧洲人的到来感到惊奇，他们会主动伸手触摸欧洲人的衣服和武器，并惊叹于欧洲人带来的金属工具和文明产物。由于在泰诺人的宗教观念中，白色象征着神灵的恩赐，因此他们还一度将哥伦布及其随行者视为神明，甚至向他们下跪，做出祈祷的手势。不过，这种神圣的错觉很快就被血腥的现实所粉碎。哥伦布在日记中曾直言：“我相信我们带来的这些人完全可以征服整座岛屿，因为这里的居民赤身裸体，手无寸铁，且非常胆怯。”哥伦布表现出的这种优越感以及对财富的贪婪，不仅是当时大部分欧洲冒险家内心的真实写照，更预见了2个文明间第一次激烈的冲突。1493年11月27日，当哥伦布在第2次远航中回到他们在伊斯帕尼奥拉岛西北岸建立的小型据点拉纳维达德时，他发现这里已沦为一片废墟，曾经驻守在此的西班牙人要么下落不明，要么沦为面目全非的尸体。那么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后来根据了解得知，西班牙人在驻守期间不仅强占泰诺人的黄金，还劫掠泰诺妇女，最终引发了与泰诺人的剧烈冲突。在人数和地理优势的加持下，泰诺人发动袭击，最终消灭了这批西班牙守军。而在拉纳维达德发生的悲剧，很快就成为了欧洲人到达美洲以后，海地甚至是整个美洲历史的一个缩影。暴力与掠夺成为这个时代最深刻的印记。自1492年哥伦布率领的探险队第一次踏上伊斯帕尼奥拉岛后，泰诺族的命运发生了急剧而悲惨的转变。有历史证据表明，在接下来的不到半个世纪里，泰诺人社会因欧洲殖民者带来的各种传染病和野蛮行径等多重打击而迅速崩溃了，其人口从最初的几十万人甚至是上百万人，骤降到了1548年的不足1000人，几乎灭绝。事实上，从传统意义上去看，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和文化整体的泰诺人，现如今也确实已经灭绝了。在进入16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墨西哥和秘鲁发现更丰富的金银矿，西班牙人对海地的兴趣开始减弱，而欧洲其他国家，诸如英法等国，出于对西班牙在美洲殖民活动的嫉妒和敌视，为了打击西班牙人在美洲的殖民利益，更为了在有利可图的海上贸易和殖民开发中分得一杯羹，在英法政府的默许和支持下，一批撕掠者和海盗开始在加勒比海出现了。他们不仅袭击西班牙商船和殖民据点，更利用西班牙人在伊斯帕尼奥拉北部和西部沿海地带管理的疏忽，在此陆续建立起了大大小小的据点。1697年，在大同盟战争后，法国与西班牙在荷兰签署了雷斯威克条约，结束了法兰西王国与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之间在欧洲和殖民地的军事对抗。根据条约，西班牙正式承认法国对伊斯帕尼奥拉岛西部地区的主权，由此标志着伊斯帕尼奥拉岛从此被法国和西班牙正式分割，即法属圣多明哥和西属圣多明哥，亦奠定了现今海地岛的政治版图。
借由18世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成熟与工业革命的悄然萌动，为迎合欧洲对糖、咖啡、靛蓝和棉花等商品需求的激增，法国人在圣多明哥继承并系统性的扩大了种植园开发。不过，由于早期西属时期战争、奴役与疫病等因素，导致该地区土著居民几近灭绝。法国人在推动种植园开发的过程中，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而为了解决这一困境，法国便将目光转向了拥有廉价劳动力的非洲大陆，积极地参与进了罪恶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据统计，作为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最活跃的国家之一，法国自18世纪初起，直至海地革命爆发前，向圣多明哥输入了至少80万的黑奴，约占整个奴隶贸易总量的10%，是当时全球最大单一黑奴输入地。在高峰时期，这里每年平均要输入约4万名非洲黑奴。而通过对黑奴的高强度剥削与系统化压迫，法国在当地建立起了高度资本化的种植园经济，亦获得了极为丰厚的经济回报。18世纪80年代，法属圣多明哥生产的糖和咖啡分别占欧洲市场消费量的约40%和60%，其农产品产量超过了英国所有西印度群岛殖民地的总和，由此也让法属圣多明哥成为了18世纪全球最富有的殖民地，被誉为加勒比的明珠。而如果说法属圣多明哥绽放的财富光芒是有颜色的，那它一定是猩红色的，因为这里的繁荣是以数十万黑奴的血泪与尸骸为代价的。当时法属圣多明哥黑奴们的生活有多凄惨呢？他们除了要从事高强度劳动以外，还要遭受鞭打、虐待等非人待遇。恶劣的生存条件不仅致使当时黑奴们的平均寿命不足7年，极高的死亡率更使得当地黑奴人口无法实现自然增长，这也直接导致了法国殖民者需要不断地从非洲引进新的劳动力，以弥补黑奴劳动力的巨大损耗。而正是这种畸形的种植园经济和高度分化的社会结构，尤其是种植园主与奴隶之间的仇恨与冲突逐步积累，社会不满情绪的不断堆积，为法属圣多明哥的社会变革埋下了深刻伏笔。1791年8月14日，历史性的一刻降临了。受法国大革命成功的鼓舞，法属圣多明哥内部积累已久的怒火终于被点燃了。从法国大革命宣扬的理性思想中获得力量并实现觉醒的黑奴们，在一个名为布瓦卡曼的黑人领袖的带领下，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虽然在这场起义出现以前，法属圣多明哥也曾爆发过几次黑奴和有色人种的起义，但就规模和影响范围而言，这场起义显然都不是前几次可以相比的。这是海地有史以来出现过的最汹涌的一次起义，半年不到的时间里，起义就席卷了整个法属圣多明哥，起义军人数更是到达了10几万人。尽管作为这场起义最初的领袖，布瓦卡曼在起义爆发的几个月后就被法国人给杀害了，但革命的火种已被彻底点燃。更重要的是，当兼具政治与军事才能的杜桑·卢维杜尔也加入到起义军后，促使这支原本组织松散、缺乏明确政治目标的奴隶暴动，进化为一支具有清晰政治纲领和严密组织体系的革命军。海地革命更是展现出了强劲的势头。1794年，在各种有利因素的推动下，海地革命实现了第一阶段的胜利。这一年，革命军成功迫使新的法国政府在整个法属圣多明哥废除了奴隶制，也是在与法国政府达成和解以后，为维护革命成果，清除外部威胁，杜桑·卢维杜尔领导的起义军随后又将矛头转向了曾给予其帮助的西班牙人和英国人，向着海地东部地区发起了进军。海地革命的性质也由此从最初的要求废除种族不平等和奴隶制，转变为在法国政治体系内争取高度自治和政治主导权的斗争。1801年，在相继赶走西班牙人和英国人，并在革命军内部的政治斗争中击败其主要对手安德烈里戈，确立了对整个圣多明哥的实际控制后，杜桑·卢维杜尔颁布了海地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自治宪法——圣多明哥宪法。根据该宪法，杜桑·卢维杜尔被确立为终身总督，并拥有指定继任者的权利。事实上，确立了其在法属圣多明哥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绝对权威。不过，杜桑·卢维杜尔对圣多明哥的统治并未持续太久。由于其颁布的自治宪法被雄心勃勃的拿破仑视为了对法国主权的一种威胁，被激怒的拿破仑之后于1802年派遣大将勒克莱尔率2万大军对圣多明哥发起了远征。海地革命的第二阶段，即为谋求独立之战由此开启。面对法军的来袭，杜桑·卢维杜尔率领革命军进行了顽强抵抗。
然而，革命军在战事初期因内部权力分配、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而产生的严重分裂，加之法军在武器装备和战术上的明显优势，导致革命军在战斗初期屡次失利，连杜桑·卢维杜尔都被俘虏押送至了法国，于1803年死在了狱中。而杜桑·卢维杜尔的死虽一度让革命军的士气很受打击，但好在他曾经的得力副手让雅克·德萨连重新扛起了革命的大旗。得益于当时海地黄热病的流行，而黑人又相比白人对此流行病有更好的抵抗力，加上拿破仑战争的爆发，英国对法国实行的海上封锁，这使法国无法派遣增援部队等多种有利因素的影响，以革命军在维尔蒂埃战役中彻底击败法军为标志，这场历时10多年的革命以法国人撤出圣多明哥西部宣告终结。值得一提的是，法国人在圣多明哥东部及现在的多米尼加的统治也没能维持多久。西班牙人在英国人的帮助下，于1808年重新夺回了这里，直到1821年被西班牙海地共和国所取代。1804年1月1日，让雅克·德萨连在戈纳伊夫发表独立宣言，宣布圣多明哥脱离法国，成为一个独立的黑人国家。且为了与过去的殖民历史做彻底切割，德萨连还使用了泰诺人曾经对这片土地的称呼“海地”来作为这个新国家的名字。海地革命作为19世纪初最具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之一，屡次击败西方列强的海地黑人所爆发出的强大力量，不仅震撼了欧美奴隶制社会，更从根本上动摇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合法性。它在此后不仅为19世纪拉美波澜壮阔的独立运动，乃至20世纪全球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源泉和实践范例。黑人领袖们在革命中展现的卓越才能，更打破了欧洲人对黑人天生劣等的种族偏见，为欧美社会观念的深刻转变提供了关键推动力。然而，海地革命的胜利虽彰显了被压迫者强大的斗争力量，但这股力量却未能给海地带来持久的繁荣与稳定。受累于殖民历史留下的沉重包袱，包括经济依赖、社会分裂和政治制度缺失，使得海地在独立后的2个多世纪里，始终在政治动荡与经济困境中挣扎。在海地独立后的200多年间，政治分歧、阶级矛盾与经济困境的交织，导致该国发生了至少30次政变，其政体经历了从君主制、共和制以及军政府之间的反复更替，更有数位国家领导人在此期间死于非命，其中包括开国元勋让·雅克·德萨连和前任总统洛弗内尔·莫伊兹。可见海地政治的极度不稳定与治理能力的低下。讽刺的是，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海地政治最稳定的时期，竟然是在1915年到1934年，即美国为巩固其在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力，在此实施长达19年的军事占领时期。而与政治动荡如影随形的是海地独立后挥之不去的经济困境。尽管在殖民时期，海地曾凭借种植园经济一度崛起为了法国最富有的殖民地，但独立后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和内部动荡却让海地陷入持续的经济衰退。19世纪20年代，在美国提出门罗主义，反对欧洲势力干涉美洲事务，而法国复辟的波旁王朝时任国王查理十世又试图恢复旧殖民秩序，巩固海外利益与国际威望，同时缓解国内财政困境的双重背景下，海地不幸地成为这场大国政治博弈的牺牲品。1825年，法国向海地施加外交压力，迫使其支付高达1.5亿法郎的独立赔偿，以换取法国对其独立地位的承认。这笔被视为历史上最恶劣的经济勒索之一，不仅直接榨干了这个新生国家的财政命脉，也将其推入长期贫困、动荡与发展受限的深渊。而当海地在1947年终于偿还完这笔债务时，随之而来的却是杜瓦利埃家族的腐败统治。杜瓦利埃家族依仗暴力手段掠夺国家财富，这使本就元气大伤的海地的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当1986年杜瓦利埃家族统治垮台时，高达20%至30%的通胀率，激增至7.5亿美元的国家债务，减少了近50%的出口额等数据，都在诉说着当时的海地已经处在崩溃边缘。而在进入21世纪后，海地的困境又因一系列严重的自然灾害而雪上加霜。截至2024年，海地的经济状况仍在深渊中徘徊，其贫困率超过60%，通胀率超29%，政府债务占 GDP 的约28.5%。总之，经济持续的萎缩，政治动荡的加剧，国家治理体系的崩溃，外加黑帮势力猖獗，都让如今的海地成为了失败国家的典型代表。
纵观海地的历史，它犹如一场光荣的悲剧。它曾以惊世之举挣脱奴役的枷锁，照亮了殖民时代的暗夜。而还没等胜利的火光稳定，接踵而至的各种阻力却又无情地将这团希望之火扑灭了。在如今贫困与动荡的阴影下，海地昔日的光辉好像被无尽的苦难所隐埋，但还未彻底落幕的故事似乎又耕耘着渺小的希望。或许也正如人类历史总是在压迫与反抗的轮回中跌宕起伏一样，既然2个世纪以前的那般苦难都不曾彻底磨灭希望，那么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那曾经震撼世界的抗争灵魂也还会再度觉醒吧。这不仅是一个民族的期盼，更是人类不屈精神的回响。